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吃醋，徐凯搭档迪丽热巴拍电影，真相曝光。那天的娱乐热搜榜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组合：谭松韵吃醋，徐凯迪丽热巴新片。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关键词，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网友们拼成了一个故事。他是不是因为他拍戏搭了热巴？不会吧，他们俩关系真的那么好？这下谭松韵怕是笑不出来了。双引号，这一连串的猜测让原本平静的秋日娱乐圈泛起了不小的波澜。故事的起点其实很简单，几个月前，谭松韵和徐凯合作了一部现代剧，戏里他们是欢喜冤家，戏外也有不少互动。宣传期的几次采访里，两人频频被问到有没有发展空间，私下关系怎么样。谭松韵一向性格爽朗，她笑着说：“他挺幼稚的，像个弟弟。”那时候大家还只是当作玩笑，可没多久，网友就发现了微妙的变化。一次直播连线中，主持人问徐凯，如果有机会跟热巴合作，会期待吗？徐凯没多想，脱口而出，当然期待，他是我很欣赏的演员。谭松韵当时正好在评论区被网友发现他账号点赞了一条略带酸味的评论，男生就是这样，眼里只有漂亮的女生。双引号，从那一刻起，谭松韵吃醋这个说法开始在饭圈蔓延。时间往前推一点，在那场采访之后，徐凯接到了一部电影的邀约，片名暂定星落长河，导演是业内著名的青年导演，女主角正是迪丽热巴。对于徐凯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从《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傅恒到招摇烈火军校的男主形象，他一直在寻找突破。而与迪丽热巴这种国民度极高的女星合作，几乎是每个演员梦寐以求的机会。签约当天，有工作人员发出了一张两人签约的合照。热巴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笑容明亮，徐凯在旁边微微低头，眼神里带着几分拘谨。短短一张照片成了热搜话题，有人夸颜值登对，也有人开始挖旧账。那谭松韵怎么办？之前不是传他们私下关系很好吗？徐凯这是换搭档了。双引号，娱乐圈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合作消息都会被赋予情感的意味，尤其当网友早已在心里把某对搭档捆绑在一起时，新的合作就像一根火柴，随时点燃八卦的火焰。当媒体开始频繁报道徐凯与热巴的合作时，谭松韵选择了沉默，没有发声，没有点赞，也没有回应。她只是继续投入到自己的拍摄中，偶尔在社交平台更新一些日常，比如晒猫、晒花、晒风景。但熟悉她的粉丝都看得出，她最近的状态似乎有些不同。有一次直播，她读到网友的留言：“凯哥和热巴合作了，好期待呀！”她笑了笑，眼神微顿：“那挺好的，祝他们顺利。”声音依旧温柔，但笑意里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失落。评论区瞬间炸了，好像有点吃醋。她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情绪藏不住呀，松韵姐。双引号，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究竟想什么，或许只是粉丝的过度解读，也或许这份沉默本身就是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谭松韵与徐凯之间的默契是从那部戏开始的。拍摄时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休息时一起吃饭，对台词，开玩笑。徐凯曾在采访中提到，松韵姐特别会照顾人，她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而谭松韵则笑说，她总爱假装成熟，其实内心像个小孩。双引号，这样的互动早就被网友脑补成了现实版的甜剧。可是
当剧情走到现实的岔路口，当徐凯真正与另一位女演员展开新合作时，这份默契突然变得模糊。在娱乐圈，感情与工作的界限本就模糊，有时候一个角色的亲密戏会带出演员真实的情绪波动，有时候一句玩笑也可能被外界放大成暧昧的证据。而此刻的谭松韵似乎正在经历这种被放大的情绪考验。了解谭松韵的人都知道，她虽然已经是顶级女演员之一，却始终保持着学生般的纯净气质。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声音轻柔，像春天的风。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观众更容易将她带入角色，更容易相信她真的会吃醋心酸。而事实上，她在圈内一向低调，不喜欢炒作，更不愿用感情话题来博眼球。有一次，记者问她会不会担心被别的演员抢走热度，她认真地想了想，回答说：“热度这种东西总会过去，留下的应该是作品吧。”双引号。这句话后来被网友剪成了视频片段，评论区一片心疼。有人写道：“他不是吃醋，他只是有点遗憾吧。”也有人说，他不是输给别人，只是还没等到属于自己的那部戏。双引号。至于徐凯，他面对舆论的反应一如既往的平静。当被问到与热巴的合作时，他笑着说：“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跟他对戏压力挺大，但也学到很多。”双引号。而当记者追问：“你和谭松韵最近还有联系吗？”他只是淡淡的说：“我们都是朋友，大家都很忙。”双引号。这句话表面平和，却像一阵风，把那些含糊的情绪都吹散了。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只留下一个安全的模糊地带。但有趣的是，有粉丝发现，在那之后的几天里，许凯点赞了一条粉丝给他和谭松韵做的合剪视频。视频的标题是“有些默契，不需要解释”。这一幕又让整个话题重新升温。而在这一切的中心，迪丽热巴似乎始终保持着职业距离。她对所有合作伙伴一视同仁，从不参与情绪化的回应。拍戏期间，她和徐凯在片场的互动被路透出来。两人站在沙漠背景前排练台词，阳光落在他的发梢上，徐凯微微侧身，认真听导演讲戏。画面很美，很有 CP 感，也被无数网友截图、剪辑、配乐。有人夸他们像天作之合，也有人叹息，这对组合一出来，其他的 CP 都要让位。双引号。可正如热巴自己在采访里说的那样，合作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为了角色服务的。双引号。这句话像是给所有猜测下了一个温柔的注脚。那么，谭松韵真的吃醋了吗？徐凯和热巴真的擦出火花了吗？也许答案并没有那么戏剧化。在一个被镜头和算法包裹的时代，我们习惯把演员的互动解读成情感信号，把每一次合作都看成感情的转向。可有时候，那些看起来像情绪的东西，不过是工作节奏的变化、媒体话题的制造，或是网友投射的想象。谭松韵也许只是看到熟悉的搭档有了新的舞台，心里有点空落落。徐凯也许只是顺势接受了一个好机会，而热巴只是在认真拍她的戏。这一切本该平凡，但在观众的目光下，它就变成了一场情感剧的现实延伸。尾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镜头。1个月后，星落长河发布了首支预告片，徐凯与热巴并肩而立，眼神交汇间是熟悉的荧幕火花。评论区依旧热闹，但也有人开始回过头来怀念。其实我更喜欢他和谭松韵那种淡淡的默契。双引号。谭松韵那边刚好有新剧定档，在宣传照里，她笑得很灿烂，眼角那一抹弧度
让人恍惚又回到了当初。或许这就是娱乐圈的常态，人来人往，角色更替，关系在光影之间变换，情绪在镜头之外延伸。有时候，一场吃醋的传闻不过是观众对情感的一次投射；有时候，一次合作的开始也意味着另一段故事的结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前行。谭松韵的温柔，徐凯的专注，热巴的坚定，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光鲜的世界里，演员也是普通人，也会有酸涩、期待与释然。而那些被我们称为吃醋的瞬间，其实只是人性最真实也最可爱的部分。